果你最近经常刷到红柳樱桃绿柳百乔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今年短剧市场里最特别的一匹黑马。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，没有夸张到离谱的狗血剧情，甚至连演员阵容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顶流配置。但偏偏就是这样一部作品，却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观众讨论。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说了一句相同的话：原来短剧也可以拍得这么有质感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最近热度不断攀升的古装短剧《红柳樱桃绿柳百乔》，以及为什么越来越多观众开始为它停下脚步。说到古装短剧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宅斗、虐恋、误会、复仇，各种高能反转轮番轰炸，观众刚看完第一集就能猜到后面几十集的发展。但红柳樱桃绿柳百乔偏偏没有选择这条最简单的路。它改编自知名小说《外室之妻》，表面上看，这依然是一个关于家族斗争、权谋博弈和情感纠葛的故事。可是当你真正看进去之后，会发现这部剧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谁算计了谁，而是每一个角色内心的变化，尤其是女主角的人生轨迹。她不是传统爽文里一路开挂的大女主，也不是靠着主角光环解决一切问题的人。相反，故事开始的时候，她谨慎、小心、隐忍。她必须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生存，必须学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中成长。很多观众之所以能够带入这个角色，正是因为她的成长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。每一次委屈，每一次妥协，每一次失望，最终都变成了她改变命运的力量。而这样的成长过程，往往比单纯的逆袭更加打动人心，因为真实，也因为能够让人共情。而说到这部剧最大的惊喜，很多观众首先想到的就是女主饰演者翟依莹。在短剧领域，她其实已经积累了不少代表作品，但这一次她显然又向前迈出了一步。因为这个角色并不好演，她需要表现少女时期的克制，也需要展现成熟之后的坚定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关键情绪都不能依靠台词表达，而是需要通过眼神和细微表情完成。观众最喜欢讨论的恰恰也是这些时刻。当角色遭遇背叛时，他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只是眼神慢慢失去光彩。当角色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时，他没有激情澎湃的宣誓，只是轻轻抬起头，但观众却能够感受到他内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这样的表演方式其实并不容易，因为他要求演员拥有足够稳定的情绪控制能力，而翟依莹这次做到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观众在看完之后评价说，他演出了角色真正的成长感。而另一边，男主常哲宽同样贡献了不少惊喜。如果只看外形，很多人第一眼就会被他吸引。1.84米的身高，古装造型挺拔修长，站在那里就有一种天然的压迫感。但真正让角色成立的，并不是外形，而是人物身上的复杂性。他饰演的国师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男主，他有城府，有算计，有无法说出口的秘密。很多时候，观众甚至分不清他到底是在利用别人，还是在保护别人。这种模糊感恰恰成为角色最大的魅力来源，因为真实的人性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，尤其是在权谋世界里，感情和利益往往纠缠在一起。而常哲宽对于这种矛盾感的呈现，给角色增加了不少层次。有观众评价说，这个角色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，但你又忍不住想继续看下去。当然，如果说演员个人表现让观众记住角色，那么真正让这部剧出圈的，还是翟依莹和常哲宽之间的化学反应。因为这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，所以很多人在开播之前其实并没有太高期待。结果没想到，播出之后最让人惊喜的恰恰就是他们之间的对手戏。他们没有那种刻意制造的工业糖精，也没有为了发糖而发糖，相反，
他们的互动更像成年人之间的情感拉扯，一个眼神，一次停顿，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，都能让观众感受到情绪流动。这种感觉其实很难得，因为真正高级的 CP 感，从来不是靠拥抱和亲吻堆出来的，而是让观众相信，他们之间真的存在一种特别的情感连接。而红柳樱桃绿柳百乔恰恰做到了这一点。很多观众表示，自己最喜欢看的并不是两个人表白的场景，反而是那些安静时刻，两个人隔着距离对视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但空气里已经充满故事。这样的情感表达方式，显然比简单直白的爱情戏更加耐人寻味。与此同时，这部剧还有一个经常被观众提到的优点，那就是审美。如今的短剧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，很多作品为了吸引眼球，会采用极度鲜艳的色彩和夸张的视觉设计，但红柳樱桃绿柳百乔却选择了一种相对克制的表达方式，整体色调温润雅致，画面充满古典气息，服装设计也十分讲究，尤其是女主角不同阶段的服饰变化，其实都在悄悄讲述角色成长。前期色彩柔和，象征她的隐忍与克制，后期逐渐变得沉稳，对应角色内心越来越坚定。这种视觉叙事能力，往往只有真正重视内容创作的团队才会投入精力去完成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观众在追剧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奇妙感觉，明明是短剧，却拥有接近长剧的制作质感。除此之外，节奏也是这部剧成功的重要原因。如今很多观众最大的痛点是什么？拖沓、注水，一个误会演10集，一句话能够解决的问题硬生生拖半个月。而红柳樱桃绿柳百乔显然理解观众需要什么，剧情推进非常紧凑，每一集都在推动人物关系发展，每一个情节都服务于角色成长，没有无意义的填充，没有刻意制造的重复冲突。因此很多观众一开始只是抱着试试看心态打开第1集，结果却直接追到停不下来。因为当剧情不断向前推进的时候，观众自然会产生一种强烈好奇心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角色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而这种期待感，恰恰是所有影视作品最宝贵的东西。说到底，红柳樱桃绿柳百乔能够获得关注，并不是因为它拥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设定，而是因为它抓住了观众真正想看的东西，真实的人物成长，细腻的情感表达，高级的角色关系，以及足够用心的制作态度。在短剧越来越追求速度和流量的今天，这样的作品显得格外难得。它证明了一件事，观众并不是不喜欢好故事，观众只是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套路。当一部作品愿意认真塑造人物，认真讲述情感，认真打磨每一个细节的时候，即便没有顶流演员，即便没有夸张营销，依然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掌声。或许这也是红柳樱桃绿柳百乔最值得被讨论的地方，它让越来越多人重新意识到，短剧不只是快餐，短剧同样可以拥有温度，拥有质感，拥有让观众久久回味的力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已经看过这部剧，你最喜欢的是翟一莹的成长线，还是长泽宽的复杂人设？又或者，你也被他们之间那种克制却充满张力的 CP 感打动了呢？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